给你新资讯，给你新视角，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。最近，战锤 40K 这个 IP 真的是游戏界最热门的话题。随着战锤 40K 破晓之战士的发表之后，CA 也发表了全军破敌战锤 40K， 这让更多人对于这个历史悠久而背景复杂的世界产生了兴趣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推荐你一款游戏，这款游戏的代入感强烈，对于进入战锤 40K 的世界非常有帮助。它就是战锤 40K 情商浪人 Rogue Trader。我甚至见到很多 YouTuber 拿它与年度游戏得主《博德之门3》相提并论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来比较一下这两款游戏，给想入坑的玩家们作为参考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深度角色扮演游戏 CRPG 的玩家，这几年绝对是你最幸福的时光。我们见证了历史，而拉瑞安工作室用《博德之门3》向世界证明了回合制 RPG 可以有多么华丽，多么大众化，甚至拿下年度最佳游戏。但就在这股热潮中，另一家以硬核著称的开发商 Archive Games 猫头鹰社也端出了他们基于经典桌游改编的作品《战锤 40K 情商浪人》。这两款游戏乍看之下有很多共同点，它们都是欧美 RPG， 都采用回合制战斗，都有庞大的文本和多样的队友。但是，当你真正沉浸其中几十个小时后，你会发现它们根本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如果说《博德之门3》是一部好莱坞顶级预算的奇幻冒险大片，那么《情商浪人》就是一部厚重、晦涩却让人欲罢不能的黑暗科幻史诗。今天，我们要深入这两款游戏的灵魂，从世界观的氛围、战斗系统的底层逻辑到叙事手法的差异，来聊聊这两款神作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玩家。而在这场奇幻与科幻的对决中，谁才是你心中真正的 CRPG 王者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先等等，你已经订阅本频道了吗？请千万别忘了按赞并订阅，你的一点点小动作可以帮助频道成长，让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。首先，我们得谈谈这两款游戏给玩家的身份感差异，这直接决定了你带入游戏的视角。在《博德之门3》中，你使用的是《龙与地下城5》的规则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英雄旅程。不管你选择什么出身，游戏开始时你都是阶下囚，你脑中有寄生虫，生命受到威胁。你的冒险是从生存开始，一步步结识伙伴，最后成长为拯救或毁灭世界的传奇。这个过程是非常传统且王道的，它有一种白手起家的冒险感。整个费伦大陆虽然危机四伏，但依然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浪漫与希望。但情商浪人完全不同。欢迎来到战锤 40K 的世界，这里没有希望，只有永恒的战争。在游戏的一开始，你继承了情商浪人的头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冒险者，你是拥有帝皇特许状的贵族。你拥有一艘长达几公里的虚空舰，手下有数万名为你工作的船员。在你的领地里，你就是法律，你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星球的生死。这种开局即巅峰的权力感，是情商浪人最独特的体验。在《博德之门3》里，你可能需要说服守卫让你进城，但在情商浪人里，你是直接命令总督跪下听令。然而，这种权力伴随着极度的压抑。战锤的世界的特色就是黑暗残酷，这里没有非黑即白的善恶，只有为了人类帝国生存必须做出的残忍抉择。你不需要像在《博德之门3》里那样当个烂好人去帮老奶奶找猫，你需要考虑的是，为了平息亚空间风暴，是否值得牺牲一整船平民的性命？这种从冒险者心态到统治者心态的转变，是两款游戏在氛围上最大的分水岭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很多玩家最关心的核心——回合制战斗。这两款游戏虽然都是回合制，但设计哲学完全是两个极端。《博德之门3》继承了莱维恩工作室一贯的沉浸式模拟理念，它的战斗亮点在于环境互动与垂直空间。战场不只是一个棋盘，而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。打不过敌人，你可以把他推下悬崖，敌人太多，你可以打碎上面的吊灯砸死他们，或者引爆地上的油桶。龙与地下城5的规则相对简化，强调的是动作经济和创意。你可以不依赖数值，纯粹靠脑洞大开的战术来获胜。这让《博德之门3》的每一场战斗都充满了变数和乐趣，它更像是一个解谜游戏。相比之下，情商浪人的战斗则是非常硬核的战棋与数值堆叠。猫头鹰社工作室是著名的数值怪兽，情商浪人采用了类似 XCOM 的掩体系统，强调站位、射击角度和友军伤害。但它真正的核心在于 build， 也就是角色构建。战锤的规则远比龙与地下城5复杂，游戏中有成百上千种天赋、特性和装备词条。在游戏后期，如果你构建得当，你的主角可以叠加上百层的 buff， 达成一回合攻击10几次，单人清空全图的壮举。博德之门3的爽感来自于我竟然可以这样做的惊喜，而情商浪人的爽感来自于我计算并构建出了最强的角色的成就感。但这也是一把双面刃。博德之门3的战斗对新手非常友善，简单易懂，而情商浪人的战斗系统学习曲线极其陡峭，
光是理解什么是掩体穿透、闪避率修正以及亚空间帷幕降解，就足够让休闲玩家头痛了。如果不谈制作规格，这场比较是不公平的。我们必须老实说，博德之门3是3A 级别的巨制制作，而行商浪人虽然优秀，但预算远远不及前者。这一点最直观的反映在叙事方式上。博德之门3做到了 CRPG 梦寐以求的境界，全语音、全动作捕捉，每一个对话选项、角色的眼神、表情都在演戏。这种电影化的沈浸感是无与伦比的。当队友向你倾诉伤痛时，你是真的看到了他们的痛苦。这大大降低了阅读的疲劳感，让不爱看字的玩家也能享受剧情。那么，没有全演出的行商浪人就输了吗？不一定。行商浪人继承了传统 CRPG 的灵魂——阅读。虽然它没有电影镜头，但猫头鹰社的文案功底极其深厚，加上战锤 40K 的世界原本就具有极具深度的各种设定，这让游戏中有大量的纯文字描述，用来描写亚空间的恐怖、一根审判的残忍，以及帝国机械神教的诡异仪式。有些恐惧和宏大画面是呈现不出来的，只能靠文字激发想象力。例如，当游戏描述你的飞船穿越亚空间，船员因为看到不可名状之物而发疯时，文字带来的精神污染感，有时候比直观的画面更让人背脊发凉。此外，战锤世界特有的教条主义与异端的冲突，透过文字的辩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阅读小说、享受字里行间细节的玩家，行商浪人的文本量绝对能喂饱你。接下来，我想聊聊2款游戏在选择上的哲学。在博德之门3里，虽然有善恶之分，但大多还是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道德观。你可以选择当个好人，或者当个坏人，游戏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反馈。但在行商浪人里，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好人。游戏采用了独特的3大信念系统： 1. 教条 Dogmatic 绝对忠诚于帝皇，为了人类纯洁可以毫不犹豫烧死一整船可能被感染的平民。2. 异端 Heretical 投靠混沌邪神，追求力量与禁忌。3. 反传统 Iconoclast 试图在残酷的宇宙中保持人性与善良。最讽刺的是，在战锤的世界里，当一个反传统的好人，往往会导致最悲惨的结局。你的仁慈可能会导致整个星系被混沌腐化。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无力感，是行商浪人最深刻也最迷人的地方。他在质问玩家，在生存面前，人性到底值多少钱？总结来说，博德之门3和战锤 40K、行商浪人都是当今 CRPG 领域的巅峰之作，但他们服务的是不同的渴望。如果你想要一场轻松上手、画面顶级、充满浪漫冒险与自由度的旅程，或者你想拉着从没玩过 RPG 的朋友一起同乐，博德之门3是毫无疑问的选择。它是这个时代的标杆。但如果你是一位硬核的老派玩家，你厌倦了传统的剑与魔法，你想体验真正的黑暗、权谋，愿意花时间钻研复杂的规则与 build， 并且不介意阅读大量文本，那么战锤 40K、行商浪人将会是你的精神时光屋。它不完美，但它那种独特的哥德式科幻氛围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。现在，我想把问题抛给各位观众：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在费伦大陆当一名自由的冒险者，还是在第401000年的黑暗宇宙中当一名手握生杀大权的行商浪人？2款游戏你都玩过了吗？还是你正准备入坑其中一款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讨论这2种截然不同的游戏体验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本频道还有更多的游戏情报与分析影片，请直接点画面上的影片或播放清单连结前往观看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